大家好，我是 Younger。你知道吗？新加坡每年在教育上的支出仅占其 GDP 的 2.7%， 这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甚至还低于韩国、日本这些教育军备竞赛国家，但它的教育成果却几乎是全球顶配。从2009年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开始，新加坡就一鸣惊人。2009年首次参赛，数学全球第2，科学第4，阅读第5。2015年新加坡全面夺冠，3项科目全部世界第1。2018年依然保持顶尖行列，数学与科学全球第2，仅次于中国4省市。2022年全球排名再度回升，稳居前3，全面超越英美法等老牌教育强国。不仅基础教育世界领先，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崛起也令人瞩目。在最新的2024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第8，亚洲第1，南洋理工大学全球第26，新加坡管理大学在商科与会计类跻身前50。其他3所应用型大学，新加坡新月社科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也在工程与技术领域建立起全球声誉。一个城市国家用不到 3% 的 GDP， 却建构出全球最具效率、最具可复制性的教育体系。这不是用钱砸出来的教育奇迹，而是国家级制度工程的产物。问题是，新加坡教育到底厉害在哪儿？少花钱，如何办好教育？如果教育不是花得多才能办得好，那新加坡掌握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系统性优势？不要走开，接下来我将从4个方面进行剖析，带你看清这个东南亚唯一发达国家是如何用精密治理把教育变成国家武器。新加坡的教育不靠情怀，靠精算，从小学到高中全由国家制定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目标，不是宽松自由，而是国家级项目管理。教育部每年直接分配资源，按年级、学区、人群设定教师比例和资源投放，前哨但精准打击，不存在资源浪费。教师不是铁饭碗，而是选拔制公务员。要进教职系统，先得接受国立教育学院的专业训练，还要通过面试和教学实操考核。成为教师后，薪资与公务员看齐，还定期培训升阶。这就是新加坡式的效率主义，少资源高集中强执行。资源紧工资不高，却能吸引优质人才当教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教育如何在人的选拔上形成闭环，做到让国家选人而非家长抢人。在很多国家，名校资源靠抢，阶层决定孩子起点，但新加坡不让拼爹主导教育，而是国家主动选材。小6会考 O 水准 A 水准，每个阶段都有国家统一考试，用数据把人筛出来，然后按能力放入不同的教育通道，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教育分流。优等生会被送往重点学府、特选中学，技术型学生则进入理工学院或公益教育学院，接受定向培养。分流看似分等级，但实际上是国家在规划不同的人才轨道。这比起家庭背景决定一切，是否更公平、更效率？但这样的以考定命运，真的公平吗？新加坡教育体系在筛选人才时，到底有没有给所有人留出上升通道？你以为分流后就命运锁死？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其实是可逆的，这才是它的精妙之处。理工学院毕业后可以继续升学到大学，甚至研究院，成绩优异者还能通过奖学金或国家计划被拉回主流。政府推出打通渠道、鼓励逆袭的政策，让每一个人不论起点在哪，至少有一次翻盘的机会。这是个多路径、多梯度的体系，它不要求每个人都一样优秀，但确保每个人都有被看见的机会。而更高一层的问题是，这种效率背后是不是冷酷？有没有牺牲掉教育的温度？新加坡不花冤枉钱，但真的考虑过学生心理负担吗？每一个新加坡学生从小就是高强度参赛者，考试频密，排名透明，每一步都影响未来轨迹。家长焦虑，学生压力山大。新加坡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不断上升，教育部也不得不出台政策调整。例如，
逐步取消小学排名，减少标准考试数量，引入 SEL 社会情感课程，试图在效率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提醒我们，高效教育不等于幸福教育。教育不仅是培养技能，更是塑造人。那么，新加坡如何确保这套体系的长期回报？新加坡做教育不是为了做学术强国，而是为了构建治理能力和经济结构。他要的是懂技术的工程师，能管理的公务员，能冲全球的金融人才。每条教育路径最终都被安排在国家发展蓝图中，比如理工学院对接工业政策，奖学金绑定本地服役，大学科研配合国家重点方向，比如绿色转型、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新加坡教育的最大成果不是排名，而是社会运行的精准秩序感。这是一场没有浪费的教育投资，更是一种国家级人力工程学的极致演绎。你以为新加坡教育是政府管得好，其实背后是一整套对人、制度、资本的精密调配术。新加坡教育的成功不只是花钱有效，更是一种系统设计上的精准与冷静，从资源分配到分流机制，从人才定位到全球竞争。但问题是，这种高效理性的教育体系真的适合每一个孩子吗？如果你是家长，你愿意让孩子在这样一个精密分流的系统中成长吗？你觉得这种教育是值得借鉴的榜样，还是过于功利的模板？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也别忘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点个赞，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新加坡教育的底层逻辑，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Younger， 下一期我将给大家分享新加坡如何用奖学金制度锁住世界精英。我们下期见。